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宣布将于下周开始举行为期4个月的军事演习，参演人数高达9万。这也将成为冷战后北约开展的最大规模军演。外界认为，虽然北约未明言演习针对俄罗斯，但是从演习的时机、背景、地域及内容来看，如此大秀肌肉，剑指何方已不言自明。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北约的演习明显带有侵略性，企图对俄罗斯施加军事政治压力，而俄方将不得不对威胁作出反应。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卡沃利18号宣布，北约31个成员国以及等待批准加入北约的瑞典都将悉数参与下周开始的军事演习，届时参演军队人数将高达9万。各国将出动包括航母和驱逐舰在内的50多艘舰船、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据报道，这场代号为“坚定捍卫者2024”的演习是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将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爆发新冲突的场景。从极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和东部，演习地域空间跨度长达数千公里，旨在表明北约有能力保卫直至与俄罗斯接壤的所有领土。外界注意到，北约上次开展类似规模演习，还是1988年冷战期间的战役重铸者演习和2018年的3x戟接点演习。前者有12.5万人参演，后者有5万人参演。尽管北约在关于军演通报声明中并未提到俄罗斯的名字，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演习针对俄罗斯意味浓厚。北约判断呢，俄罗斯可能不光是占领乌克兰的这个东部4个州啊，接下来有可能还会把奥德萨州啊等等纳到俄罗斯的这个势力范围，兼并他们认为然后俄罗斯掌握黑海啊、出海口等等吧，所以他为此呢，他要显示他的力量。这么大的规模当然是威慑俄罗斯，但是还想影响俄罗斯的政局的走向，影响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战局。随着俄乌冲突临近爆发2周年，北约国家频频针对俄罗斯散布战争恐慌。荷兰籍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18号警告，北约各国必须为未来20年内与俄爆发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德国国防部日前设想，今年俄罗斯将进攻北约。瑞典爱沙尼亚呼吁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好准备。英国国防大臣此前也称，英国和西方未来5年内可能需要面对与俄罗斯、伊朗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冲突。路透社称，北约在其最高战略文件中将俄罗斯视为对其安全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而此次演习正是北约几十年来制定的第一个详细阐明如何应对俄罗斯攻击的计划。俄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此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北约赤裸裸的挑衅行动的继续。俄国家杜马议员预备役少将伊夫列夫分析称，北约的军演再次表明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侵略性。军演将从下周持续至5月，正好与俄国内举行总统选举活动及当选总统就职时间完全重合，这绝非巧合。他强调，北约借军演企图恐吓俄选民，这是对俄罗斯内政的直接干涉。北约欧洲什么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干涉俄罗斯内政，去制造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颜色革命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势力来抵消普京的影响力有这样一些企图，从来没有过放弃过。所以现在大选年是影响俄罗斯政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尽管普京当选连任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所以实际上他这个一方面是力挺乌克兰，影响俄罗斯的战局，实际上也是影响未来的俄乌冲突的走向的，还有威慑俄罗斯的下一步的行动。此次北约大规模军演，英国政府的高调参与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国防部15号宣布，将派出2万名军人参演，包括1.6万名陆军、2000名海军、8艘战舰及1个航母攻击群。有观察指，作为一个日渐落的老牌帝国，英国现有的军事家底并不厚实，这次能派出2万人参加，实属不易。此前，在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发生后，英国也是积极介入。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北约主要国家都拒绝加入美国拼凑的红海护航联盟之际，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英国联手美国多次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观察指，英国脱欧后与欧洲大陆国家渐行渐远，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感不断降低。英国期望通过大规模介入军演，既提升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感，配合美国削弱俄罗斯实力，又为英国重振军备做背书。而据英媒报道，2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近日在中东执行任务时尴尬相撞。
英国《镜报》报道称，英国皇家海军猎杀级反水雷舰奇丁福德号18号试图停靠在波斯湾国家巴林时，与港口内的桑顿级猎雷舰班戈号发生碰撞。网传图片还显示，班戈号船体的舷号位置出现了一个大洞。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对此事予以证实，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拒绝发表评论。英媒报道称，事故的发生或影响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来关注红海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地时间20号，美军当天摧毁了一枚准备向亚丁湾发射的胡塞武装反舰导弹，这是美军1个星期内第7次攻击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架。另有一段胡塞武装攻击一艘希腊货轮的监控画面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这也让外界对于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段只有16秒的视频透露了诸多信息。美国动力网站报道称，此前胡塞武装在红海不断以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船只，但此次胡塞武装首次使用了反舰弹道导弹。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导弹大约以45度角高速击中船中段和船头之间的部位。据悉，船上的横梁为32米，粗略估算，这枚导弹大约10米长，并且有明显的尾鳍。这与伊朗的征服者110系列弹道导弹大致匹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此次攻击是由一枚反舰弹道导弹所为。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视频中这款导弹是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由征服者110弹道导弹改良而来。胡塞武装从伊朗进口该导弹并不是秘密，在其2022年的阅兵式上，胡塞武装就对其进行了展示。伊朗的征服者110是一种短程单级固体燃料弹道导弹，配备了一个500千克的半穿甲战斗部，射程300千米左右。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则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搜索范围更广、抗干扰能力和制导能力更强的主动雷达导引头。导弹发射后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呈现近似滑翔的弹道弧线，最大弹道顶点为2万至3万米。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动力网站称这是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去年12月16号，胡塞武装就被认为使用了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击中地中海宫殿3号集装箱货船。不过，这起袭击并没有留下视频资料，但美军当时证实了此次袭击由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为。据悉，当时的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就在附近，但不知为何卡尼号并未对导弹实施拦截。但无论如何，胡塞武装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对水面舰艇进行攻击的组织。1月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胡塞武装是世界上第一支将反舰弹道导弹投入实战的武装力量，并且拥有不同量级的反舰弹道导弹。报告指，查阅胡塞武装的历年阅兵活动，该组织至少展示了6种可以用于攻击水面目标的弹道导弹，还拥有3款射程均为150公里左右的更轻便的反舰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它现在名义上是一支民兵力量，但它的武器库、它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一支准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是它之前曾经和也门的政府军跟他是联盟，但是后来他把萨利赫政府赶走了，然后实际上当时国家军队的人员和武器后来被他收编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实际上得到了海外的国家，主要是伊朗在军事上、技术上和资金上各方面的支持。按照美媒说法，红海已经成为胡塞武装和西方国家收集反舰武器及相应反制手段实战数据的试验场。但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要彻底消除胡塞武装对航运的威胁，还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美国《纽约时报》曾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即便美国使用了150多枚精确制导武器打击胡塞武装60多个导弹和无人机目标，美英军队也只能破坏或摧毁了胡塞武装20%至30%的进攻能力。因为胡塞武装的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装置都安装在机动平台上，可以随时随地移动或隐藏。从1月11号起，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发动首轮打击，击中了60多个目标，包括指挥和控制节点、弹药库、发射系统和生产设施，并造成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6人受伤。此后1个星期，美国又连续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几轮打击。有媒体统计，截至20号，美国应该对胡塞武装目标共发动了7轮打击。
在美英的持续打击下，胡塞武装反应也十分强烈。该组织一名发言人纳斯鲁勒丁·阿米尔15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鉴于美国和英国上周发动空袭，两国船只已成为胡塞武装袭击的合法目标。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扩大了在红海海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9号，当被问及美军一系列攻击是否有效打击了胡塞武装时，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回应的。When you say working, are they stopping the Houthis? No. Are they going to continue? Ye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拜登回应的就是大大的无效2字。美国陆军退休少校麦克莱昂斯认为，拜登的表态十分诚实，但这也意味着美军要进一步展开攻势。Number one, you have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attacks. They have to be constant, almost 24/7. Again, an air campaign, number one. And then number two, to continue what we were doing by cutting off their resupply. 但国际社会并不这么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撰文分析，西方国家在红海维和面临高成本风险，策略上缺少优良选择。美英所用炮弹造价比胡塞高昂得多，而舰载导弹供应可能比胡塞可用的导弹更有限。更何况胡塞武装拥有更多的新型武器。如果胡塞采用小规模、长时间的消耗策略，联军很快就会出现后勤难题。此外，分析认为，红海危机的症结在于巴以冲突，只要双方不停火，红海的动荡就会持续下去。而这场危机的确有升级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兰德智库政策研究员斯塔克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呼吁美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红海问题。他警告，也门长期被内战阴影笼罩，美国的报复性打击可能会重燃战火，也可能造成巴以冲突进一步蔓延。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7轮打击，但后者对商船实施导弹攻击的视频也首次流出。您对此怎么看呢？美军在1周时间以内，已对胡塞武装进行了7轮打击。而胡塞武装呢，并没有撤退的意思，就是说明红海战场在扩大，巴以冲突呢正在外移。就是在红海战场上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美国呢把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为恐怖组织名单，可以随时发起打击；二是美国最新一次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也就是昨天呢向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架进行攻击，用的是先发制人；三是美国认为胡塞武装背后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的是伊朗。伊朗的军事指挥官呢，也可能在也门担任胡塞武装的军事顾问。过去1周呢，是胡塞武装攻击一次，这个美军呢报复一次，可以称作是被动防御。今后恐怕是美军呢要先发制人，那么意味着红海战场呢将趋于激烈而复杂多变，而且呢外交解决将让位于军事解决。根据胡塞武装透露的消息这个美军包括英军的几次空袭，没有摧毁胡塞武装的弹药库，他们至少呢还保留着3/4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支持力量的输送，还是可以和美军呢僵持一段时间的。另外美军用的是昂贵的武器，而胡塞武装用的是相对便宜但精准度还不差的武器。那么美军和胡塞武装的纠缠格斗时间越长，美国和盟友的损失就越大。除了美英呢在武器上的损耗还包括红海航道受阻带来的经济困境。凡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军队和商船，可能呢都是胡塞武装的打击对象。这样呢，胡塞抗击美英的战斗可能会令全球慌张，因为红海航道的重要性呢是众人皆知的，全球产供链的这个畅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都将受到冲击。所以接下来的呢，关键问题还是这个敦促美国发挥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尽早的结束加沙战争，这巴以冲突有所缓和，红海危机呢就会降温。真要解除红海危机，美英等国呢就得首先收手，从军事打击转向外交谈判。现在还有一点希望呢，就是这个伊朗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打击以色列和红海的行动中，这留下了外交谈判的余地。如果伊朗参战了，他们呢是有能力袭击以色列和美国军舰的，那么中东局势呢就会失控，将进一步的进入一片混战之中，会把更多的中东国家卷进来。现在呢，战火已延伸到好几个国家，但都是与武装组织有关，还没有触及到政府。如果有政府军参战，
那麻烦就大了。去年4月，沙特、伊朗、北京对话取得重大成果，带动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出现积极变化。当前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也门重新面临复杂局面。梅塔米表示，也门战事延宕多年，也门人民付出惨重代价，也门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真诚期待中方为推动也门问题政治解决继续发挥作用。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looking for China as savior. The history shows that China never occupy any country. In opposite, they give a hand. When I was a minister of planning, the first thing I did is to sign an agreement. In 2019, I signed in April in Beijing, Yemen membership to the PRI because I know such relation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梅塔米透露，本月底将由也门高级别代表团访华，期待届时与中方的建设性会面。